达摩大师悟性论。夫道者，以寂灭为体；修者，以离相为宗。故经云：寂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。道是以寂灭为本体，修行是以离相为宗旨。所以经典说，寂灭就是解脱，因为离灭了种种的现象。佛者，觉也。人有觉心得菩提道，故名为佛。经云：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是之，有相是无相之相，不可以眼见，唯可以知之。若闻此法者，生一念信心，此人已发大乘心，超三界。三界者，贪嗔痴事。反贪嗔痴为界定慧，即名超三界。然贪嗔痴亦无实性，但据众生而言矣。若能反照，了了见，贪嗔痴性即是佛性，贪嗔痴外更无别有佛性。经云：诸佛从本来，常处于三毒，长养于白发，而成于世尊。三毒者，贪嗔痴也。佛这个字的意思是觉悟。人有觉悟的心，修行证得真理解脱，所以称为佛。经典说，离灭一切诸相，就叫做佛之道。即使有相，也是无相之相，这个不可以眼见，只可以用大智慧知道。如果知道这个法门的人，生一念信心，此人就是发大乘心，超越三界。三界就是贪嗔痴，转贪嗔痴为界定慧，就叫做超三界。但是贪嗔痴也没有实体性，这个是将就众生的方便说法而已。如果能够反照自心，可以清楚明了见到，贪嗔痴本体就是佛性本体，在贪嗔痴本体之外没有其他佛性本体。经典说，诸佛由本体而来，常常身处于贪嗔痴中，在种种善法中成长滋养，而成就为世尊。三毒就是贪嗔痴。言大乘，最上乘者，皆是菩萨所行之处，无所不成，亦无所成，终日成未尝成，此为佛成。经云：无成为佛成也。若人知六根不实，五蕴假名，遍体求之，必无定处，当知此人解佛语。经云：五蕴窟宅名禅院，内照开解极大乘门，可不明哉？所谓的大乘、最上乘，都是菩萨修行下手之处。外在度化利他无所不作，但是内心不生任何度化利他想法，终日行大乘法，但是完全不生大乘念，这个就是佛成。经典说，无成就是佛成。如果有人知道六根不是实际存在，五蕴也只是假名，在全身上下寻找，找不到固定存在之处，可以知道此人理解佛陀的教导。经典说，五蕴所在之处就是禅院，向内观照心开一解就是大乘门，不是解释得很明白吗？不异一切法，乃名为禅定。若了此言者，行住坐卧皆禅定。知心是空，名为见佛。何以故？十方诸佛皆以无心，不见于心，名为见佛。舍身不吝，名大布施。离诸动定，名大坐禅。何以故？凡夫一向动，小乘一向定，未出过凡夫，小乘之坐禅，名大坐禅。若作此会者，一切诸相不求自解，一切诸病不治自挫，此皆大禅定力。不执着于一切法，才叫做禅定。如果了解这句话的人，行住坐卧都是处于禅定。知道内心空寂，叫做见佛。为什么呢？十方诸佛都是因为无心，没有心念存在，称为见佛。不吝惜割舍肉身，叫做大布施。超越动静的禅定，叫做大坐禅。为什么呢？众生凡夫习惯动心，小乘修行习惯静定，超越凡夫和小乘的坐禅，叫做大坐禅。如果有这个体会的人，种种诸相不用求而自然解离，一切诸病不用治而自然痊愈，这个都是大禅定力。凡将心求法者为迷，不将心求法者为悟。不着文字，名解脱；不染六尘，名护法；出离生死，名出家；不受后有，名得道；不生妄想，名涅盘；不处无明，为大智慧；无烦恼处，名般涅盘；
无心相处，名为彼岸。迷时有此岸，若悟时无此岸。何以故？为凡夫一向住此。若觉最上乘者，心不住此，亦不住彼，故能离于此彼岸也。若见彼岸异于此岸，此人之心已无禅定。用心向外求法的人是迷，不是心外求法的人是悟。不执着文字，叫做解脱；不被六尘染污，叫做护法；出离生死，叫做出家；脱离轮回，叫做得道；不生妄想，叫做涅槃；不处无明，叫做大智慧；没有烦恼，叫做般涅槃；处事无念，叫做彼岸。迷时有此岸，悟时无此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皆为一向在此岸。如果是觉醒最上乘的人，心不在此岸，也不在彼岸，所以能够超越此岸和彼岸。如果对彼岸和此岸有分别，此人之心已无禅定。烦恼名众生，误解名菩提，亦不疑不异，只隔其迷悟耳。迷时有世间可出，悟时无世间可出。平等法中，不见凡夫异于圣人。经云：平等法者，凡夫不能入，圣人不能行。平等法者，唯有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。若见生异于死，动异于静，皆名不平等。不见烦恼异于涅槃，是名平等。何以故？烦恼与涅槃同是一性空故，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，妄入涅槃，为涅槃所致。菩萨知烦恼性空，即不离空，故常在涅槃。烦恼时叫做众生，开悟时叫做菩提，这二者不是相同，也不是不同，差别只是隔着迷悟而已。迷失时认为有世间可以出脱，觉悟时知道没有世间可以出脱。平等法中，不见凡夫异于圣人。经典说，平等法，凡夫无法入门，圣人无法做到平等法，只有大菩萨和诸佛如来做得到。如果见到生异于死，动异于静，都是叫做不平等。没见到烦恼异于涅槃，叫做平等。为什么呢？烦恼与涅槃同样都是性空。小乘人修行一昧要断烦恼，一昧要入涅槃，反而被涅槃所困扰。菩萨知道烦恼性空，净空不离空，所以常在涅槃。涅槃者，涅而不生，槃而不死，出离生死，出般涅槃。心无去来，即入涅槃，是知涅槃即是空心。诸佛入涅槃者，位在无妄想处；菩萨入道场者，即是无烦恼处。空闲处者，即是无贪嗔痴也。贪为欲界，嗔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。若一念心生，即入三界；一念心灭，即出三界。是知三界生灭，万法有无，皆由一心。涅槃指的是有染着但是心不增生，有灭化但是心没减少，超脱生死现象，超脱涅槃境界。心无来去，就是入涅槃，故知涅槃就是空心。诸佛入涅槃，就是处在无妄想处；菩萨入道场，就是处在无烦恼处。空闲时的心所，就是没有贪嗔痴念头。贪为欲界，嗔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。若一念心生，即入三界；一念心灭，即出三界。所以知道三界生灭，万法有无，皆由一心。凡言一心者，似破瓦石竹木无情之物。若知心是假名，无有实体，即知自家之心亦是非有，亦是非无。何以故？凡夫一向生心，名为有；小乘一向灭心，名为无；菩萨与佛未曾生心，未曾灭心，名为非有非无心。非有非无心，此名为中道。是知将心学法，则心法具迷；不将心学法，则心法具悟。凡迷者，迷于悟；悟者，悟于迷。正见之人，知心空无，即超迷悟无有迷悟，使名正解、正见。谈到一心，好像真的有一个心，像是破瓦石竹木等等无情的东西。如果知道心是假名，没有实体，就知道自心不是有，也不是没有。
为什么呢？凡夫一直生心念，叫做有；小乘人一直灭心念，叫做无；菩萨与佛未曾生心念，未曾灭心念，叫做非有非无心。非有非无心，就称为中道。所以知道持心念学法，则心法具迷；不持心念学法，则心法具悟。迷失的人，迷失于不悟或求悟；觉悟的人，醒悟于知迷。正见之人，知心空无，就超越迷悟。没有迷，没有悟，才叫做正解、正见。色不自色，由心故色；心不自心，由色故心。是知心色两相，具有生灭。有者有于无，无者无于有，是名真见。夫真见者，无所不见，亦无所见，见满十方，未曾有见。何以故？无所见故，见无见故，见非见故。凡夫所见，皆名妄想。若即灭无见，是名真见。心境相对，见生于中。若内不起心，则外部生境，境心俱净，乃名为真见。作此解时，乃名正见。色相自己不会彰显自己，是由自心产生作用分别才凸显出色相。自心本来寂静不动，是由于染着色相所以起了作用。所以知道自心和色相都有生灭。有是相对于无才显现出有，无是相对于有才显现出无。有无不是对立概念，称为真见。具备真见的人，无所不见，也无所见，见满十方，也未曾有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所见，见相但心无见，眼见但心非见。凡夫所见，皆是妄想。即灭无见，才叫做真见。自心和外境相对时，中间过程发生了见。如果内不起心动念，则外就不生境，内心外境都清净，就称为真见。有这样的理解时，就称为正见。不见一切法，乃名得道；不解一切法，乃名解法。何以故？见与不见，具不见故；解与不解，具不解故。无见之见，乃名真见；无解之解，乃名大解。夫正见者，非直见于见，亦乃见于不见；真解者，非直解于解，亦乃解于无解。凡有所解，皆名不解；无所解者，使名正解。解与不解，俱非解也。经云：不舍智慧名于痴，以心为空；解与不解俱是真，以心为有；解与不解俱是妄。若解时，法逐人；若不解时，人逐法。若法逐于人，则非法成法；若人逐于法，则法成非法。若人逐于法，则法皆妄；若法逐于人，则法皆真。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，亦不将法求心，亦不将心求心，亦不将法求法。所以心不生法，法不生心，心法两极，故常未在定。众生心生，则佛法灭；众生心灭，则佛法生。心生则真法灭，心灭则真法生。知一切法各个不相属，是名得道人。知心不属一切法，此人常在道场。底下这段意境很高，其实不翻译比较好。会意是关键，推翻意是形态是方法。不见一切法，就叫做得道；不解一切法，就叫做解法。为什么呢？不管见和不见，都是见无所得；解和不解，都是解无所得。没有几见之见，才叫做真见；没有一解之解，就称为大解。正见不是只有对可见的见解，也要包含不见的见解。真解不是只有理解可解的部分，也要包含对不理解的理解。如果自认有所解，就是不解；无所解，才是称为正解。理解和不理解，都不是真正的解。经典说，不放下智慧叫做愚痴；心若空寂，解与不解都是真；心若妄有，解与不解都是假。若真解时，是法跟随人；若不解时，是人追逐法。若法跟随人，则不正确的法也成正法；若人追逐法，则正法也成非法。若人追逐法，则所有法都是妄有；若法跟随人，则法法皆真。
所以圣人不将心求法，也不将法求心，也不将心求心，也不将法求法。所以心不生法，法不生心，心法两极，所以常在定境。众生心生则佛法灭，众生心灭则佛法生。心生则真法灭，心灭则真法生。知道一切法个个不相属，叫做得道人。知道心不属一切法，此人常在道场。迷时有罪，解时无罪。何以故？罪性空故。若迷时无罪见罪，若解时即罪非罪。何以故？罪无处所故。经云：诸法无性，真用莫疑，疑即成罪。何以故？罪因疑惑而生。若作此解者，前世罪业即为消灭。迷时，六事五因皆是烦恼生死法；悟时，六事五因皆是涅槃无生死法。修道人不外求道，何以故？知心是道。若得心时，无心可得；若得道时，无道可得。若言将心求道的者，皆名邪见。迷时有佛有法，悟时无佛无法。何以故？悟即是佛法。迷惑时有罪，觉醒时无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性本空。迷惑时无罪见到罪，觉醒时虽然接近造罪，而实无有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无处所。经典说：诸法无性，真用莫疑，疑即成罪。为什么呢？罪因疑惑而生。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前世罪业即为消灭。迷惑时，六事五因都是烦恼生死法；悟道时，六事五因都是涅槃无生死法。修道人不向外求道，为什么呢？知心是道。若得心时，无心可得；若得道时，无道可得。若言将心求道的者，皆名邪见。迷时有佛有法，悟时无佛无法。何以故？悟即是佛法。夫修道者，生灭道成，亦如假折数生。此业报身，念念无常，无一定法，但随念念修之，亦不得厌生死，亦不得爱生死。但念念之中，不得妄想，则生正，有余涅槃，此入无生法忍。修道的人，生灭道成，好像用锐器修剪让树重生。这个业报身，念念无常，无一定法，但是要随着念念无常而修行，不厌生死，也不爱生死。念念之中，不得妄想，则生正，有余涅槃，此入无生法忍。眼见色时不染于色，耳闻声时不染于声，皆解脱也。眼不着色，眼为禅门；耳不着声，耳为禅门。总而言之，见色性者常解脱，见色香者常系缚。不为烦恼所系缚者，即名解脱，更无别解脱。善观色者，色不生心，心不生色，即色与心俱清净。眼睛见色相时不被色所染，耳朵听声音时不被声音所染，这些都是解脱。眼睛不染着色相，眼睛是禅门；耳朵不染着声音，耳朵是禅门。总而言之，见色性者常解脱，见色相者常系缚。不为烦恼所系缚者，即名解脱，更无别的解脱。善于观察色相的人，色相不影响内心，内心不生色相，则色相和内心都清净。无妄想时，一心是一佛国；有妄想时，一心是一地狱。众生造作妄想，以心生心，故常在地狱。菩萨观察妄想，不以心生心，常在佛国。若不以心生心，则心心入空，念念归尽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。若以心生心，则心心不净，念念归动，从一地狱立一地狱。若一念心起，则有善恶二业，有天堂地狱；若一念心不起，即无善恶二业，亦无天堂地狱。唯体非有非无，在凡即有，在圣即无。圣人无其心，故胸亦空洞，与天同量。无妄想时，一心是一佛国；有妄想时，一心是一地狱。众生造作妄想，以心生心，故常在地狱。菩萨观察妄想，不以心生心，常在佛国。
若不以心生心，则心心入空，念念归净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。若以心生心，则心心不净，念念归动，从一地狱立一地狱。若一念心起，则有善恶二业，有天堂地狱；若一念心不起，即无善恶二业，亦无天堂地狱。心的本体非有非无，在凡人未有，在圣人未无。圣人无心，故胸臆空洞，与天同量。心得涅盘时，即不见有涅盘。何以故？心是涅盘。若心外更见涅盘，此名找邪见也。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子，为因烦恼而得智慧，只可到烦恼生如来，不可得到烦恼是如来。故身心为田畴，烦恼为种子，智慧为萌芽，如来寓于故业。佛在心中，如香在树中。烦恼若尽，佛从心出；修福若尽，香从树出。即知树外无香，心外无佛。若树外有香，即是他香；心外有佛，即是他佛。心得涅盘时，就不见有涅盘。为什么呢？心就是涅盘。如果在心外还可以见到涅盘，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。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子，因为烦恼而得到智慧。只能说烦恼生如来，不可说烦恼是如来。身心是田地，烦恼是种子，智慧是萌芽，成佛是稻谷。佛在心中，好像香在树中。烦恼若尽，佛从心出；修福若尽，香从树出。树外无香，心外无佛。如果树外有香，就是其他树的香；如果心外还有佛，就是其他的佛。心中有三毒者，是名国土秽恶；心中无三毒者，是名国土清净。经云：若使国土不净，秽恶充满，诸佛世尊于中出者，无有此事不净秽恶者，即无名三毒也。诸佛世尊者，即清净觉悟心也。心中有贪嗔痴，称为国土秽恶；心中没有贪嗔痴，称为国土清净。经典说，如果国土不净，秽恶充满，诸佛世尊由里面生出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不净秽恶，就是无明贪嗔痴，诸佛世尊就是清净觉悟心。